我们为什么要看一个3000年以前发生的故事，满天都是妖怪神仙？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开榜封神。《封神演义》的故事本身是一个流传千百年的文学作品，一个100回的华文小说，内容非常的多。Power of centuries-old mythological traditions and languages to draw on. You saw the inspiration, you could see the excitement, but how to create and structure a movie experience, that was a mystery. 做史诗，但是你要真的理解封神这2个字对这个时代、对中国历史到底意味着什么？商周之变的历史讲给现代青年人听，跟观众在情感上发生共鸣，这个可能是很困难。其实他们做了很多调研。这个电影在本质上来讲是一个婴儿成长的故事。对，最后决定用3部曲结构去做改编，讲这个最核心的部分，应该是最合适的一种改编方式。我们说神话其实是对我们每个人精神世界中隐喻的象征性的表达，它往往去触及到一些这个民族的永恒的价值观的表达。最重要的就是用当代的视角，把《封神演义》的故事讲述给全世界的年轻的观众。我所献之宝，名叫封神。如果真的电影要去拍那个真的不存在的世界，怎么拍？我们就几乎在整个戏里面都在研究这个。最先开始的是概念设计。我觉得我们想达到的标准就是中国原创的，想把那个中国最高的艺术形态用在电影里面。中国那个建筑的美感特别强。《封神演义》的故事其实时间跨度2500年，它在一个这么大的历史周期里选择一个视觉美学的依据，其实是一个需要认真考虑的一个事情。我带着概念设计艺术家，还有编剧，还有视效总监去了山西、陕西、河南这几个省重要的一些博物馆。后来我们找了一个永乐宫的水陆画，那个东西有仙气，也有写实，也有细节，也有美术的筋底。你必须要站在他面前，你真的进入那个里面去看那些壁画，你才能感受到它的力量，才能变成创作的元素。东方传统艺术里面讲究的那些东西，它不是1、2个角色能解决，它是一个系统。画关键帧的时候，我们要考虑一下这段戏它代表的主题是什么。提了3个美学的系统，还要让大家一眼就看到，哦，这是中国的面貌。一个特别原创性的，只属于《封神3部曲》这部电影的一个美学世界。3部曲结构，每一部电影又独立成片。从制作的复杂性上来说，3部电影已经超过我们的制作经验很多。那个炮再走一下，还是差一点。Yeah. Is there any sort of collapsible thing that you put on the back side of the saw? 那来得及吗？做这个？来，锯一下。因为《封神》的确是一个不太好用过往经验来总结和评价的一个项目。我们在不查重、不去重的情况下，登记过的人员是8000出头。其实用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制度管人，用流程管人。第一，有严格的制度；第二，有序的规划；第三，就是我们用最少的环节去衔接各部门。在电影工业化的发展的层面，这种技术难度比较大、工种配合比较复杂的电影也需要去尝试。他所碰到的困难和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应该是有开拓的作用的，然后也许能给中国的其他电影剧组提供一些经验和帮助吧。工业化的唯一的功能对我来讲，就是它能帮我拍好电影。由于这个戏份的增加呀，我们多机来完成。在流程上，在制作上去讲究工业化，其实无非最终的目的是让出来的电影质量更好，故事更吸引人。
每一个民族到了一定的阶段，都要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有一个追溯、提炼和重新表达。《封神三部曲》还是在讨论正义、善良、情感的力量。特别希望这个电影它所讲述的故事是能够让任何的文化背景的人都能够被打动。One of the great pleasures of working as an outsider on a project like this is to feel the connection, the meaningfulness and the depth of the connection. Great. Wow, well. That with Feng Shenbong, you have that moment when Chinese cinema is global cinema because Chinese cinema is global. 等光线最好的位置。那个我们要等光，现在光线不行。光出来点，快，马归位。好，来，开始。流传了千百年的经典故事，仍然能够穿透我们，它能够跨越时间，我认为是永恒的。在这个神话史诗电影里面，很多幻想的场景、幻想的人物、幻想的故事情节，无论从美学形态上面，还是在还原的写实程度上面，做了很长时间这方面的测试和研究。其中数字角色和数字生物必须是基于我们东方的经典的审美，符合《封神三部曲》所需要的视觉美学的生物。概念设计差不多我们做了有2年的时间，花了很多时间去探讨、去推翻。一共设计了有80多个角色，应该做了100多个雕塑。很多角色都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这么一个过程，经过了很长时间的一稿不行，第2稿、第3稿，有一个很长的。中国的这些传统的异兽来自于很多不同动物的元素的组合。就比如说莫麒麟，中国的那些绘画或者是图案上面经常能看到麒麟的形象，但是其实都是平面的、装饰性的。现实生活中我们没有见到过任何一种动物长一个鹿角，又长了一个龙脑袋，然后身上又是鳞片、牛蹄子，既要保持中国传统造型的那个审美的效果，同时又要把它变成生物学上可以相信的生物，要让观众相信这个生物真实存在。这个是难度比较高的。莫麒麟的每一个鳞片，我们都单独做了1:1的鳞片的设计，这个是完全的一个非常高的设计要求，我觉得已经突破了国内概念设计的精度了。因为麒麟这个角色就是中国人太熟悉了，如果麒麟这个角色确定了，那么人间的这个体系就都确定了。封神三部曲主要的数字角色是雷震子，有跟人类一样丰富的情感和复杂的表演。设计雷震子的时候，应该是最痛苦的那个阶段，因为这个角色就大家太熟悉了，以至于如何在熟悉的里面去找到那个陌生感是最难的。你不能根据之前的惯性去设计。咱们就马上开始吧。完了，胡江，你那边做小稿得多长时间？就是尽量下次提的一稿不过，这一稿要不过再折腾一遍，大家心气儿都没了。我们尝试了很多不同的方向。八戒可以是一个比较那个其实是风吹的效果。封神的原著里面，类生肉翅，它其实不是羽翼，它不是鸟的翅膀。最后我们找到了那个海洋生物，像那种旗鱼或者斗鱼，长长的鱼鳍在水中漂浮的那个感觉。它不是那个蝙蝠的那种出来那种抖动的优美的曲线。它非常符合昆仑体系的那种优美的、比较神仙的那个感觉。把所有最复杂的技术都用在了雷震子的创作和制作上面了。我们做了机械道具的婴儿雷震子，这个工作是跨界的。
艺术家去设计、去创造的形象，然后做机械的科学背景的艺术家去完成这些面部表情的机械的设计。你有想要收养它吗？这样有一点。每一步都很棘手，说实话，尺寸一定是接近真实婴儿的。机械结构设计的时候，就需要做的尽量紧凑，就那么小一个空间的限制呢，我要把所有的东西给装进去。现场环境很复杂，有很多电子设备，然后干扰很严重，还有拍摄的时候还要往婴儿身上洒水，这些就是环境很复杂。他是怎么报警？他对收信号收不到，看一下那个电线怎么样？我们来把那个电线给缩短一下，都能保持这种反光率就行。头尽量少动一点。所有的肢体的动作都是很完善的，头部、胳膊、脚都是能动，而且他的眉毛、脸颊、嘴角、嘴唇都是可以分别控制的。控偶师团队是有3个人一起配合操作的，我们就要一起练习。达到一个协调的动作，眼皮是会跟随着眼球上下动的。这对演员的表演这些方面是更有刺激性、更有互动性，力求让这些幻想的生物更加的真实，有一个感情反馈的对象，然后就能帮助演员很快的进入角色状态，更好的表演。这小婴儿演的也挺好，正好配合的也特准，咽到嘴里边还抖了一下，就是那小孩演的还瞪眼，刚才你看。比干心脏剧组这边给到我们要求就是模拟真实心脏的跳动。那个真实心脏里面的电池，它可以直接动起来。还有就是我现在这里面的电池吧，最快速度跳就连续能跳15分钟。里面有一个小控制钮，可以调整它的频率和速度，快速的跳动，缓慢下降，停一会儿，跳一下。这样的话，它就会感觉更有力量感，更有真实感。他可以抓住真正的一个砰砰砰跳动的心脏来跟他做表演，所有的演员都会被这个东西所震撼，都会在这个情境里面去表演，对表演的帮助是非常大的。我们中国有艺术家，有科学家，有电脑方面的工程师，但是唯独缺少把这几个领域结合在一起的跨界创作者。这个可能是我们整个中国电影行业都稀缺的跨界人才的组合。因为中国电影的发展是跳跃式的，从一个没有视效的电影阶段一下蹦到了设计。封神这是难得的能全方位的展示物理视效。像封神这种对美术、对效果、对电影的整体美学系统要求这么高的电影和投入这么多精力，让我们去放手去做这样的电影机会太少。这种精度和在美学趣味上面、生物结合方面都是挑战了最难的部分。知道如果封神的工作完成了之后，还能接到什么样的工作？他们的存在对中国未来做神话史诗电影起到了非常大的帮助作用。我认为很多中国观众都非常期待能看到咱们中国人自己的神话世界能够被非常逼真地展现出来，这对所有中国人来说都是特别兴奋的一件事情。